勇者邪魅一笑，烧火棍直接烧起。这勇者绝对是记仇王子，因为以前被公主虐得太惨，重生后他就复仇，砍断公主食指，用滚烫的铁棒烙下了印记，还让公主尝试了他的痛苦。他是动漫圈一时无两的超级勇者，称号是棍子。变成勇者前，他只是个穷乡僻壤的村民，生下来就是个孤儿，唯有安娜姐抚养他长大。18岁时醒悟了勇者的力量，被封为预知勇者，因为有治愈力，以为能成为勇者，登上生活高峰。他的治愈力跟别人不一样，治愈不止耗费体力，还得忍受剧烈痛楚，那种痛到深处的痛苦。这种每日的痛苦让他选择逃避，但总被公主抓回来强灌药水，只为让他变得顺从，成为一个唯命是从的治疗型勇者。从那以后，公主就像对待狗一样对他，成了剑之勇者的出气筒，被炮之勇者当成维修工具。这样的折磨持续了2年半，直到和魔王对决那天，其他勇者都被打得体无完肤，他们希望通过他来恢复力量，准备进行第2轮战斗。但这时的他已不再是昔日傀儡，因为长期服毒，他早已对药物产生了抗体，假装疯癫只为等这一刻。清醒的他抛弃了队友，决定独自一人对抗魔王。过去治疗无数重伤的经历，也让他在战斗中磨练出过硬本领，还学会了强化自身和瞬间击败敌人的技巧。一边治疗自己，一边攻击，最后战胜所有小兵，成功挑战魔王。一碰到魔王就用手臂一推，轻松打败他。魔王倒下后，周围空气凝固，显现出他的核心，那就是传说中的贤者之石。这核心能量超乎想象，甚至能让时间倒流。这时公主偷偷摸到棍勇背后，要求他交出核心，说这样可以得到国王的重奖。但公主根本不知道，棍勇早已看透了他们国家的真面目。他们准备用贤者之石的力量四处屠杀，以便征服世界。为了医治这病态的国度，棍勇决定重置这个世界。重生之后的棍勇起初完全没有前世记忆，直到勇者之力觉醒的前夜，被过去的自己引导，前往获得一种能洞察一切的技能，那就是鉴定眼。于是在那一瞬间，棍勇迅速恢复了记忆，比任何人都要快一步。然后为了避免再次被公主用药物控制，他开始故意服用各种有毒植物和成瘾药物，迫使自己提前产生出抗药性。等到弗列亚来村庄接他去王都的时候，他在王都向所有人介绍这位新晋勇者，让他受到众人的喝彩和爱戴。但记得前世的棍勇很清楚，这些王都的人都十分狡猾，他们通过屠杀这片土地的原住民，然后夺取他们的土地，最终使得这些原住民沦为贵族的奴隶。领头屠村的正是现任国王。棍勇用鉴定眼看透了国王的恐怖实力，明白在展开复仇时绝对不能让国王在场。紧接着国王给棍勇下达第一个任务，让他利用勇者力量治愈一位断手的剑圣。因此棍勇每晚都要和大批女仆搏斗，积累经验。这种升级方式放在任何动漫里都绝对惊艳。一段时间后，剑圣终于从昏迷中苏醒，棍勇在花园与剑圣会面。为了确保计划的成功，他不惜承受技能巨大的副作用，启动了技能。一瞬间，剑圣的战斗回忆如电影般在棍勇脑海里闪过。真没想到这个看起来软萌的妹子经历过这么多血腥战斗，目睹自己的断手奇迹般重生，剑圣完全被震惊住了。棍勇则是一口白沫喷出后直接晕倒。剑圣原本想过去看看棍勇的情况，结果被公主的手下拦了下来。剑圣无奈只能对昏迷中的棍勇轻声说：“只要你将来需要我，我无条件全力以赴。”公主看到棍勇用了技能就倒地不起，心里的真面目毫无保留地显露了出来，嘲讽说棍勇这治一次病就要晕倒的，这种无用之人有什么价值？还命令手下用药物去驯服他，要把棍勇训练成能上战场的奴隶。这一幕被装睡的棍勇听在耳里，他决心抛开所有犹豫，开始他的复仇之路。明知道公主让人给的红茶里下了迷药，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喝了，因为他知道这是让公主放松警惕的唯一方式，同时也是积累反击公主的战斗经验的机会。当棍勇再次睁开眼时，发现自己被锁在皇宫的地牢里。为了让棍勇变得更加顺从，骑士毫不手软地把他打了28下。棍勇让他铭记这28下，发誓要让骑士加倍偿还。接着棍勇利用前世的记忆，表面上拒绝，实际上却主动喝下了能够控制意识的药水。失去意识的他每天像行尸走肉般活着，白天用恢复技能给受伤的土兵治疗，承受着心痛如绞的痛苦，夜里则被公主派来的人用来练习战技，连男兵也忍不住与他大战300回合。每隔一段时间，弗列亚依然会亲自来给棍勇喂药，见他像吸毒一样恳求药物，公主手令棍勇模仿狗叫。看着他那可恶的模样，他脚步沉重向他走去。但棍勇这次没那么容易屈服，因为此前野外曾沾染药瘾，这一次仅仅6个月，他就培养出抗药性，还在帮炼金师治疗时，通过模仿学会了炼金技巧。接着在一次遭受虐待时，棍勇看到地上的碎玻璃，突然间他恢复了清醒，盯着这位夺走一切的女人，誓言要让他满身都是他的气息，甚至渗透他的每一个器官。几日后，趁国王离开城堡时，他知道复仇的机会来了，用炼金术打开束缚，
摧毁牢房锁头，大摇大摆杀出重围。弗列雅急得团团转，到处派人找棍勇，极怕他闹出大事。但没多久，骑士带着被捉的棍勇回报，公主对骑士的高效深表赞许，并邀他进自己房间。弗列雅没想到，骑士一进门，迅速拔剑将护卫斩杀。弗列雅正要施法防御，骑士迅速将他按墙制服，吸尽他的法力，无法反抗。弗列雅不解骑士意图，骑士只得显露真身，告诉他真正的骑士已是他用来替身的棍勇，这是对自己受的28下的报复。但棍勇想到自己遭受的半年折磨，每晚被迫模仿狗叫和被踢，还得被各路骑士当作练手对象，现在轮到他尝尝什么是真正的痛苦。弗列雅无力反抗，只能哀求棍勇放他一马，说出任何价格都愿意付。但棍勇对这些全不放在眼里，毫不犹豫的就折断了他的一根手指，冷冷的告诉他，能默默承受10根手指被断的痛苦，他就愿意放他一条生路。弗列雅明白自己完全无法反抗，只得接受这残酷的条件。出乎意料的是，即便是被断指的巨头，他也能一声不吭，只是低头泪流满面的忍受着，直到最后一根手指，他以为自己终于熬过了一劫。棍勇却用恢复术让他的手指复原，告诉他要再经历一次这个过程。听到这，弗列雅彻底崩溃，对棍勇怒吼他无耻至极，但棍勇根本不为所动，再次断掉那些刚复原的手指。这次的痛楚让他无法再忍，痛得仰头长啸。棍勇得意洋洋地宣布自己获胜，弗列雅输了必须承受惩罚，结果被棍勇施术使双腿残废，无法行走。弗列雅只能爬行着试图逃离棍勇，棍勇则取来铁棍，把他放入火中烧红，然后把选择摆在弗列雅面前，让他在真正的烧火棍和他的烧火棍中选择。看着那能够毁容的烫棍，弗列雅宁愿选择让棍勇打。这段过于血腥的描述就省略。最终，棍勇把已是半残的弗列雅拉到镜前，不只是抹去他的记忆，还改变了他的面貌。接下来，棍勇随意找人来替换弗列雅的面孔，还把杀害公主的罪名嫁祸给了骑士。第二天，自己化名身份，准备对曾经折磨他的其他人展开复仇。而曾经高高在上的公主弗列雅，被棍勇变成了这副模样，还换成了弗雷雅这个新名字。两个人就开始了他们无法无天的复仇行动。逃出黄兜后的棍勇，夜里经常做噩梦，三位旅途中的伙伴从来没把棍勇当人看，每次梦见他们，他都会惊醒。看到身旁的弗雷雅已经彻底屈服，棍勇便把他当作出气筒。为了更好的报复剑勇和炮勇，他拟定了一个更详尽的计划。棍勇和弗雷雅来到了一个乌烟瘴气的小镇，意外发现镇上的水源被人投毒。棍勇灵机一动，觉得这是发财的好机会。他先故意喝下被污染的水，然后用恢复术治好自己，让自己体内产生抗体，接着从自己的血液中提取这些抗体，制成药水准备卖钱。为了避免被皇宫的人追查到，棍勇随便找了个商人做掩护，这样他就赚到了第一桶金，还需要提升自己的战斗能力。有了钱之后，棍勇和弗雷雅马上去了奴隶市场，计划购买战斗奴隶来保护他们。在奴隶市场的底层藏着形形色色的战斗奴隶，棍勇用鉴定术检查他们的属性，发现这些都是些普通货色，没什么特别的。直到他看到了一个隐藏在角落的槟榔族女孩。奴隶商虽然告诉他，这个槟榔族女孩虽然强，但无法进一步提升，但棍勇看出她尽管中毒行动受限，却能承受连大人都受不了的痛苦，并且她的潜力是无限的，将来肯定能成为强大的武器。女孩猛地向棍勇发起了攻击，奴隶老板用项链制止了她，但棍勇从她那双湛蓝的眼睛里看到了他内心深处熊熊燃烧的复仇之火。看到这女孩和他有着类似的遭遇，棍勇心里明白她是必须得买的。何况棍勇能帮他提升实力，变得更强，棍勇就把他带回了他们的住处，用自己的恢复技能治好他体内的毒素。女孩的受伤往事也浮现在棍勇的脑海中，她曾是槟榔族的勇猛战士，但始终无法提升自己的战斗力。一次夜里，人类企图侵占槟榔族地盘，他决心站出来阻止他们，但他力量太弱，只被人类轻易的制服了。他的族人也被人类轻松打败，因为她长得漂亮，就这样被人类当作奴隶卖了出去。他的族人为了求生泄露了村落位置，听奴隶商之前所说，未来会有更多槟榔族的同胞被卖来。棍勇意识到人类很快会对槟榔族发动更大的攻势，然后把整个族群都变成奴隶。根据之前从一个旁观者那儿得知的信息，即将对槟榔族进行攻击的是伪装成佣兵的国家军队。棍勇看到女孩也渴望着对那个肮脏的国家复仇，想到让国家的公主亲手结束她的前部下，复仇的滋味顿时油然而生。从那以后，棍勇每天都给女孩喝药，终于在一次喂药时，女孩醒来后立刻给了棍勇一个耳光。幸好这时弗雷雅及时向她说明了药的作用，女孩这才明白她误会了棍勇。她告诉棍勇她的名字是莎娜，然后透露自己是战士的身份后，不禁黯然神伤。棍勇了解她心中的苦楚，于是和弗雷雅商量着怎么帮助她。正当棍勇要开口时，莎娜却突然向棍勇发起了攻击，棍勇轻松地制服了她。
他知道这女孩只是想回去保护他的族人，还嘲笑莎娜连自己都打不过，怎么保护同伴呢？莎娜被棍勇的话触动了，但棍勇有办法让莎娜变得更强，并且询问她是否愿意把握住未来。莎娜冲破能力的极限，要保护自己族人无所不用其极，坚定地对棍勇宣布，莎娜要牢牢握住未来的机会。随后一饮而尽那杯未来之水，她的力量瞬间得到了飞跃性的增强，然后是返回村庄对人类进行报复。遇到那些把槟榔族少女当奴隶的恶劣佣兵，他们用锁链把少女们锁住，少女们被鞭打时痛苦的呼救。莎娜几乎按捺不住要立刻反击，但棍勇及时制止了她，还让莎娜信任他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完整的复仇计划。槟榔族的战士们也按耐不住要与人类对抗，但人类的魔法实在太强，槟榔族的战士被迫退败。棍勇意识到他需要介入，他戴上面具装成剑士，声称是为了救助无辜者而来消灭这些残暴的佣兵。空气中弥漫着鲜血的味道，棍勇施展了剑圣级别的绝技，一瞬间消灭了许多士兵。被打败的士兵开始对棍勇使用远程魔法，而远处的弗雷亚作为术士被棍勇指挥，一颗巨大的火焰流星从天而降，击中地面的瞬间将大量士兵化为灰烬。棍勇目睹了公主残忍地杀害自己的前下属，展现了他达成目的的狂喜笑容，最后让莎娜结束了这场战斗。在接受了棍勇所赋予的力量后，过去单打独斗都感觉吃力，现在却能轻松打败10个对手，这正是棍勇的计划，让莎娜不只是复仇完成，还让她成为族人心中的英雄。但棍勇发现了新的情况，失去记忆的弗雷亚不再有以前的残忍，这让棍勇开始怀疑，究竟是不是环境塑造了上一世的弗雷亚？如果那个国家依旧存在，是否还会不断产生新的残忍者？随着莎娜激动地宣布复仇达成，棍勇也找到了他复仇的新方向。他不只是要向那些曾经折磨他的人报仇，还打算把这个烂到根的国家夷为平地。战后，莎娜终于向棍勇透露了他的真实姓名，这是因为亚人有个传统，一旦别人知道了他的本名，那个亚人就得永远服从那个人。所以现在的莎娜完全忠于棍勇，在他们一同踏上复仇之路前，要紧握未来。棍勇到底有多爱他的伴侣们呢？当商人威胁到他伴侣们的安全时，那种本来无价的药方，他却只用500金币就卖了。不止这些，只要有人在路上对他的伴侣们轻举妄动，一离开酒吧，弗雷亚责怪这一切都因为自己太无能。但棍勇永远不会做亏本的买卖，因为他知道自从救出槟榔族以后，他和莎娜一起帮助村庄净化了水源，所以很快整个城镇就不会有疫情了，到时候那些药也就没用了。何况棍勇知道这种解药只有他这个勇者才能制出，这样一来那商人肯定是赔大了。突然间，不知从哪里的剑圣向棍勇发动了攻击，只因他发现棍勇用的是他家族的剑法，还看出棍勇就是之前在槟榔族事件中杀害士兵的那个人。莎娜脱掉外套，向剑圣证明棍勇是村庄的救星，那些士兵才是真正的坏蛋。但剑圣却认为棍勇洗脑了2个无辜的女孩，迫使他们撒谎。剑圣决心要在这里一举拿下棍勇，既帮助这些女孩摆脱控制，也为国家士兵复仇。弗雷亚刚要对剑圣施法，剑圣却瞬间出现在他面前，用剑柄将他击昏。棍勇看到弗雷亚受伤，脸上露出了难堪的神情，发誓要让剑圣付出代价。棍勇摆出一副疯狂的架势，用他的鉴定眼仔细打量剑圣的能力，发现他的实力强得不像话，但他还是自信满满的让莎娜旁观。他激活了增强身体能力的技能，果断向剑圣展开攻势。2个掌握同样剑法的人展开了一场急速的剑术较量。棍勇对剑圣的剑技深感敬佩，虽然是女性，却剑法高超的惊人，心里突然冒出想要娶她为妻的念头。但接着剑圣的剑就刺中了棍勇，剑尖在触及皮肤的瞬间开始腐败。尽管如此，剑圣依靠精湛的技巧，一拳就把棍勇击退到墙边。棍勇从滚滚烟尘中不出，边走边施用治愈术疗伤。剑圣见过他剑法高超，能增强体质，还用俯视剑术并能自愈，对棍勇这种男人感到疑惑重重。棍勇提出只要放他一马，他就全盘托出。剑圣却觉得国内出现这种危险人物，绝不能让他就这么离开。于是剑圣决定再次向棍勇发起攻击，但这一次棍勇不打算正面交锋，他向剑圣投掷了一个粉红色的药瓶，把里面的药水洒在剑圣全身。剑圣以为这不过是棍勇的小伎俩，但几番交手后，他突然感到脚步踉跄，面带潮红，显得有些异常，浑身没劲，体内像是在不断发热。棍勇一边坏笑一边让他持续战斗。剑圣为了保持清醒，用尽全力强迫自己保持清醒。棍勇觉得事情变得更加有趣，于是2人开始了最终的对决。剑圣用力一吸气，发出厉害的一击，一剑就把棍勇的右手切了下来。但棍勇却发出疯狂的笑声，告诉剑圣他早预料到这种情况。随后用治愈术让右手再生，拉近距离，瞬间向剑圣用力一推，把王国虐待亚人的记忆传进剑圣脑海。
士兵残忍的杀戮和非人的对待亚人。一直忠于王国的剑圣看到这些场面，顿时不敢相信而崩溃昏倒。棍勇随后把昏迷的剑圣带回了旅馆，用治愈术让昏迷的剑圣苏醒。剑圣醒来后仍旧难以接受王国所做的黑暗事，棍勇把王国的恶行都详细说给他听，说他可以自己回去查查看。为了赢得剑圣的信任，棍勇摘下了他的伪装，展示了他那曾是预知勇者的真实面容。剑圣看着这个曾帮他治好右手的人，他也是那个杀害王女弗列亚的不可饶恕的罪人。剑圣此刻心里非常纠结，棍勇解释他并没有杀死弗列亚，还让失忆的弗雷亚假扮成弗列亚，与他合演了一出戏。弗雷亚向剑圣透露自己也是王国的受害者，幸亏棍勇大人在帮忙，他才能成功逃出皇宫。剑圣看着眼前的所有证据，开始怀疑自己那么忠于王国是否正确，也在想对待恩人这样是否真的合适。于是剑圣决定要报答棍勇，他羞涩地向棍勇送上一个吻，这其实也是棍勇让剑圣服从他的小策略。棍勇流下了眼泪，真的很伤心。抚养他长大的安娜姐被王国的骑士长用自己的脸欺负了。棍勇得知此事后，心中充满了愤怒，并开始复仇，让那骑士长尝尝什么叫做恐惧，体会到绝望和屈辱。他将其变性，召来一群壮汉，让他也感受一下安娜姐的痛苦。原来勇者在皇宫搞了一次大动作，强悍的国王发现骑士长的脸被换成了棍勇的，立刻识破这是棍勇的换脸伎俩。国王为了给弗列亚报仇，特意派骑士去捉拿棍勇，于是骑士就抓起了棍勇村里的无辜民众，在棍勇常出没的城镇游街示众，威胁棍勇出面自首。棍勇看到这一幕，非常担心家乡的状况，让剑圣做卧底回去探查真相。剑圣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棍勇于是大大的奖励了他一番。而骑士长每看镜子就会见到棍勇那讨厌的脸，拿起了棍勇的专属武器火烧棍，像个无情的人一样把自己的脸给烧了。剑圣也从军中打听到了一些消息，他们以棍勇是异端的名义，用清除异端的借口去攻击村庄，连那些无辜的村民也被牵连进去。棍勇听到这些非常愤怒，决心亲自去找骑士长算账。他伪装成之前逃走的一个士兵，还成功获取了那士兵的记忆，在行军的队伍里找到了最信任他的伙伴，让这个伙伴帮他潜入军队，并把这封包含棍勇消息的信送到骑士长手里。这名士兵完全没有对棍勇起疑，正准备离开去提交信件，但棍勇却多问了一句话。他问这些被抓的都是些什么人？那士兵不经意间提到了棍勇姐姐被骑士长在全村人面前欺负的事。棍勇听了如遭雷击，为了保持伪装，他还得继续附和那士兵的话，一直等到夜晚，骑士长被棍勇的假消息诱骗过来。骑士长急切地要棍勇透露罪犯位置，棍勇摘下伪装出现在骑士长面前。骑士长看到真相，惊讶地退后几步，接着痛苦地倒地捂住胸口。棍勇早就布置好了能麻痹人的香炉，此时所有士兵都晕倒了。棍勇的复仇正式开始，他开始对骑士长发动攻击，同时国王的兵丁在杀害无辜的村民，这些记忆也在棍勇眼前浮现。骑士长把人群中的安娜拉到旁边的空地，然后在所有人面前对她进行惩罚。棍勇看到这一幕彻底愣住了，这个女人是棍勇最后的良心所系，是她让棍勇对人类还抱有一线希望。安娜姐对棍勇也总是全心全意的信任，从不图回报，她是棍勇最真实的人，现在却遭此厄运。怒视着骑士长，牙关紧咬，心中升起了新的复仇念头。接着棍勇让骑士长变成了女性，让她也尝尝安娜姐那样的苦。一提起安娜的名字，骑士长精神一振，还把当初的经过给棍勇细说了一遍。骑士长讥讽棍勇保护不了爱人的滋味，他却不知道自己头上已经有人在等着了。那些大汉对他一顿猛打，痛不欲生的骑士长问棍勇：“你良心何在？”但棍勇的良心已经随着安娜姐的遭遇而消逝，根本不存在了。复仇结束的棍勇急忙去找安娜，这时安娜已经伤得很重了。看到真正的棍勇来了，他露出最后一丝微笑后就倒下了。现在的棍勇拥有治愈力量，但他怎么也施展不出回复术，无法让安娜复活。心灰意冷的棍勇回到了旅馆，他的几位妻子立刻来安慰他，棍勇就把所有怒气和不快全都撒到了他们身上。而这一切背后的策划者正是弗雷亚的双胞胎姐妹诺伦，她还打算5天后在斗兽场公开处决剩余的村民，这都是为了诱出棍勇。剑圣告诉棍勇这个消息，尽管知道斗兽场危险重重，布满了各种机关，还设置了2个结界，这些结界能抽干魔力和体力。明知道有危险，棍勇仍决定去救村民。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要矫正这个国家的歪风，如果没人出面，更多地方会变得像他的家乡和沙内族一样。棍勇觉得只要能阻止这些暴行，就算牺牲自己也值得。听完棍勇的志向后，剑圣更加敬佩他。随后剑圣也答应帮棍勇一臂之力，还把弗雷亚的姐姐诺伦回来的消息告诉了棍勇。但就在那一瞬间，连平时冷静的棍勇都显得惊恐异常，甚至连失去记忆的弗雷亚也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剑圣单纯地认为诺伦是个活泼可爱又善良的公主，她一定会帮忙纠正这个国家的偏差。只有棍勇深知，她实际上是个冷血的杀手。这个女人的残暴让连棍勇都感到害怕。
他的智商极高，而且是个冷血杀手。在前世他就察觉到了棍勇的伪装，但那时他并没有对棍勇做出过分的行为，因此这一世棍勇原本并不打算以他为复仇目标。但在这一世，他为了对付棍勇，让人欺负了棍勇的姐姐，甚至将棍勇的整个村庄都毁了。现在他还把剩下的40个村民当作人质，逼棍勇现身。棍勇虽然知道这是个陷阱，还是决定出手救人。观众看到棍勇杀了公主，纷纷大喊要将他处死，连那些不知内情的村民也以为是棍勇害了他们。土兵大叔让棍勇束手就擒，不要迫使他们杀害村民。但棍勇用自己的能力检查了守卫的实力，发现他们根本不是对手。他质问他们是否看不起他，士兵却开始残忍地伤害村民。棍勇在第5个村民遇害前制服了行刑的士兵，士兵大叔却把责任推到棍勇头上。棍勇简直哑口无言，明明是士兵杀害了这4个村民，他只救了1个，却被这些人诬陷，这些人的行为简直无耻。棍勇接着说道，明明自己眼看着亲人一个个被害，他才是最痛苦的人。棍勇捂着脸仰望天空，努力不让眼泪落下。观众们看到这一幕，表情也从愤怒转为同情。棍勇边说着要为村民们复仇，边继续向前走。土兵继续威胁要杀害村民，士兵们越杀村民，棍勇报仇的理由也越加充分。看着棍勇无力阻挡，骑士长施展魔法结界想困住他，却见土兵长和士兵们纷纷倒地，因为棍勇早料到结界会吸取里面人的魔力和体力，只有带着特殊宝石的人才能免受影响。棍勇让他的伴侣们改变了结界的算法，使其只对带宝石的人有效。突然间，天空下起了血雨，棍勇站在那里放声大笑。这一幕实在残忍。士兵长意识到后，急忙命令士兵们丢掉所有首饰。士兵长还是用所有村民的命来威胁棍勇，但棍勇根本不听他废话，警告士兵们稍有动作就会被碎尸万段。士兵们因棍勇的威慑不敢动弹，因为棍勇的话实在是太有说服力了。但那些没被攻击的村民突然吐血，棍勇用鉴定眼一看才明白，原来这些村民早在执行前就被下了致命的毒，这还是那个变态女诺伦的诡计。士兵长震惊地看着这一幕，棍勇却是心寒地低下了头。士兵长哀求说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贵族们却突然觉得棍勇像是邪教徒，认为他罪无可赦。突然间，一道光芒划过天际，王女弗雷雅的影像出现在众人面前。弗雷雅通过魔法水晶将自己映射到竞技场中心，她要让全国的人都知道，开始揭露王国的罪行，侵占亚人村庄，把亚人变为奴隶，为了利益挑起与魔族的战争，完全不顾普通人的生死。如果有任何城镇反抗王国的这些行径，那个村庄的人都会被污名化为邪教徒，整个地区会被彻底剿灭。弗雷雅以王女的身份向大家讲述，自己因揭露了王国的黑幕而遭到暗杀，幸亏得到棍勇的元首伪造了死亡，成功逃脱了王城。军长声称那个是冒牌王女，人们也开始有了疑问，但是弗雷雅接下来的行为完全消除了他们的怀疑。她给大家唱了一首只有王女才知道的歌，施展了一个只有真正勇者才掌握的魔法。那一刻，大家都信了她确实是真王女。弗雷雅还分享了棍勇救她的整个过程，承认是因为自己当初的任性才导致了这场悲剧，她要报答棍勇的恩情。弗雷雅决定不再逃避，准备直面王国的阴暗面并与之斗争。她希望所有国民都能像她一样反抗王权。她激昂的演讲让所有人都欢呼起来。棍勇的计划也终于成功了，一道白光一闪，棍勇已经悄然离开了现场。士兵们面对的是那些响应王女召唤的慷慨激昂的平民们，现在他们都自发地反抗王国。平民们处决了那些杂碎的土兵。棍勇和他的伴侣们后台相聚，想到事先故意让村民服毒，制造了一线希望救他们的错觉，然后通过毒药杀死村民，把自己推到绝路上。棍勇想到这种毒辣手段，也就只能是二公主诺伦的手笔。棍勇从剑圣那里得知，诺伦即将发动攻击魔族，这让怀着复仇心的棍勇觉得有必要亲自去会一会这个毒女。这个女人就是那种只会偷懒的劣质勇者，明明是帝国最强的剑士，却在背后虐待女粉丝。这些女孩子因为她的特殊身份，都只能默默忍受。棍勇决定利用这一点，帮助这些女孩子伸张正义的同时，也对那个卑鄙的勇者进行报复。在这之前，棍勇和他的伙伴们抵达了人类和魔族共生的城镇。他们在酒吧遇见了未来的魔王少女。那个少女原来在成为魔王前，一直是被悬赏的魔族逃犯。他们黑翼族是个非常强悍的族群，现任魔王害怕他们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于是命令屠杀整个村庄，追捕所有族人。突然间，一股强大的魔法力量袭来，弗雷雅和莎娜得全力以赴才能挡住，但那位魔王少女却轻而易举地用一只手挡下。只是少女不幸被人暗算在膝盖中了一箭，力不从心，随即倒在地上。接着一大群魔族士兵来追杀她。现在她面临的选择是，要么被士兵抓取，要么把握住与棍勇的未来。棍勇催他快点决定。棍勇等到了他的回答，轻松干掉了追来的士兵，带着妻子们撤离。少女不懂为什么棍勇要救她，棍勇就把自己前世的记忆告诉了她。
还承诺帮他快速夺得魔王宝座，为他的族人报仇。因为在这个世界，棍勇想和那少女创建一个人类和魔族和平共处的世界，这样一来世界就不会再有纷争。就这样，棍勇一番慷慨激昂的话语彻底打动了未来的魔王，棍勇就这样又多了一个妻子。第二天，棍勇目睹了诺伦公主的远征军，其中有棍勇一直想复仇的对象剑勇。剑勇虽然挺让人烦，但他那帅气的外表真的很招风，因此他常用自己的外貌玩弄那些天真的女孩。连凡哥看了都自叹不如。棍勇得知此事，原本打算用弗雷雅勾引那剑勇好报复，但想到剑勇对弗雷雅的变态般爱慕，这可能会成为计划中的一个大问题，棍勇就放弃了这个念头。毕竟棍勇的妻子们对他来说很重要，他不愿意把自己的宝贝让给别人玩。于是棍勇想出了一个更好的计划，让弗雷雅帮他化个女装大佬的妆。弗雷雅听这话还以为棍勇又搞什么鬼，脑子里马上闪过好几个刺激的场景。棍勇一听就头大，看来平时太宠爱他们了。然后棍勇自己变了个样，变成了个长发大眼的美人，简直美得让人目瞪口呆，都忍不住想跟这个版本的棍勇较量一番。弗雷雅马上给棍勇化了个超甜的妆，这样的棍勇哪个男的能抗拒？傍晚，棍勇就去了剑勇常去的酒吧，那甜美的脸蛋直戳剑勇的心。剑勇用自己的地位来勾引棍勇，还偷偷在棍勇的酒里下了药。棍勇识破后故意没喝那杯酒，但剑勇那油腻的招数还是让棍勇措手不及。棍勇被那突然的迷药搞得一头雾水，就连他的抗药性在那一刻也失效了。等棍勇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被剑勇绑在床上了。剑勇还特地喝了壮阳的补药，然后说要带棍勇去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就在那少女摸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东西，结果直接恶心的吐了。你还不知道棍勇的复仇有多绝，正好3个大汉来给剑勇一个教训，棍勇的复仇正式开始了。等剑勇醒来时，发现自己动弹不得。少女对剑勇说出自己其实就是棍勇，剑勇吓得手足无措，急忙想拿圣剑来防身。虽然圣剑近在咫尺，但他动不了，就只能眼睁睁看着。棍勇不废话，直接揭开舞台的帷幕，让我们欢迎下一个主角登场。这回的男主角是一群急需发泄的改造人，他们遵从棍勇的命令去教训剑勇，因为棍勇的条件是让他撑到天亮。如果剑勇能熬过棍勇的这场游戏，就能安然无恙的回家继续他的日常。棍勇这次端上的菜里加满了罂粟壳，改造人一嗅到那香味就饿得不行，甚至可能把打斗中的剑勇当成了美食。棍勇告诉剑勇，唯一的生存方法是让改造人忘掉饿的感觉，转换他的食欲到别的欲望上，这样剑勇才有可能坚持到天亮结束游戏。因此剑勇无奈只能继续承受改造人的暴打，但棍勇肯定不会让他那么轻松。得知剑勇最爱的是王女弗列雅，棍勇立刻变身成他的模样出现在剑勇面前。剑勇见状露出贪婪的眼神，但他不愿让心爱的人见到自己这般狼狈，最终他选择了放弃生命，静静的让改造人享用自己。他完全不知道，其实天早就亮了。棍勇带着复仇成功的笑容走到室外，而棍勇的下一个复仇目标是王国的2公主诺伦。棍勇拿着从剑勇那儿抢来的神气球，根据棍勇的需求，变成了一副超强战斗力的手套，这大大减轻了复仇的难度。棍勇戴上神器仰天长啸，此刻的他真有了勇者的风范。看棍勇这么高兴，自然也要找妻子们一起分享喜悦。但另一边的诺伦，尽管失去了剑勇这股战力，但他身边还有让棍勇敬畏的鹰眼。诺伦已经谋划好如何引棍勇出现，就声称自己是来救这座被魔族占领的城市，煽动人类与魔族的矛盾。但棍勇和当地人都清楚，这城镇早已和魔族和平共处，国王的军队来了也只是增添笑料。他们对诺伦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但人群中诺伦已安排好的演员，他描述魔族的罪行激起了民众的愤怒，假装冲上台去攻击诺伦。诺伦露出了极具奥斯卡水准的恐惧表情，实际上是为接下来的屠杀提供了借口。之后诺伦展开了疯狂的滥杀，不分人类或魔族，只要在他视线范围内全部格杀勿论。一刻的和谐忽然沦为血腥地狱，四处都是市民慌不择路地逃命。不止这些，甚至连棍勇的朋友武器商人也被那些骑士斩杀了。棍勇一看这场景，立马怒火中烧，是要让诺伦付出惨重的代价。此刻他决定先清理掉这些杀人的士兵。棍勇给神器注入了强大的魔力，无论受到多大的伤害都能瞬间恢复。那些普通士兵根本就是纸糊的，轻易被秒掉。亲友被杀和家乡遭屠的怒火使他力量倍增。棍勇决定去找诺伦算账，为了阻止更多的屠杀，弗雷雅将自己的形象映射到天空，告诉大家这些魔族并非恶者，他们是可以与人类和平共处的好种族。听到这些，国王的士兵纷纷低下了武器。此时棍勇已经追到了诺伦的面前，但鹰眼的强大实力一直挡在他前进的路上。棍勇和鹰眼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对决，最后棍勇虽然重伤倒地，但这都是因为他没用神器的缘故。有了神器的帮助，除非遭致命一击，否则他这个治愈系勇者能即刻恢复。甚至棍勇现在能远距离施展力量，连他曾经畏惧的鹰眼，现在也不过如同踩死蚂蚁般轻易。诺伦看着棍勇缓步向他走来，
脸色大变，他急忙问他是谁。棍勇一笑，满是邪气，冷冷地对诺伦说：“我是你的王子。”接着棍勇一拳将诺伦击昏，开始着手准备他的复仇大计。当诺伦再次苏醒，他发现自己已经在地下室被锁起来。棍勇对他的种种罪行或许可以原谅，但对安娜的残忍无法忽视。但大度的棍勇还是决定给诺伦一个机会，让他通过一个游戏来赢得自由。这时弗雷亚带着项圈从门外爬进来。游戏的挑战是诺伦必须忽视自己如狗一般的姐姐，这样他才算赢得了游戏。可即便平时诺伦对弗雷亚爱憎分明，骨子里其实他超级宠爱自己的姐姐，因此弗雷亚总是故意避开诺伦，这次却是个绝佳的机会。诺伦这局几乎没戏，梦想成真的棍勇帮助两姐妹重聚，还抹去了她的记忆，给她一个全新的小老婆身